私はまだかよ豪快に酒を持ってこい絶対にタバコ酒は備えとけ。你知道吗？现实的新宿站其實是一個三重賽博城市，一天容納一個西雅圖的人口。1960的 Neo Tokyo 竟然是史上最瘋狂的真實賽博計劃，還要花掉1年的 GDP。這裡是 Synbeats， 我是兒童。上一章我們講到西方賽博朋克為什麼長着一張日本泡沫臉，這一期歡迎來到昭和商業的 DLC 第2章新東京，來看看到底什麼才是 Neo Tokyo。80年代末，日本經濟達到了頂峰，地價飛漲，當時的日本民眾都處在一個隨時會被科技和資本吞噬的換金時代。這種時代，人們就得要一個活體精神代表，不僅得大，還得貴。這就是新東京，一座建在東京灣上反烏托邦的巨型賽博城市。Neo 這個詞來自於希臘語，意思是近代的，以新的形式出現的。但其實這一套新東京藍圖早在60年代就在全世界鬧得沸沸揚揚了，還準備花掉當時日本1年的 GDP。到底發生了什麼？1960年以後，日本進入了經濟成長的高速期，東京人口暴增，通勤道路、住宅土地全部都吃緊。但是人口已經超過1000萬的這個巨型城市還能怎麼漲？於是日本新陳代謝派的建築大師丹下健三和他的團隊提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計劃——東京計劃1960。這個計劃裡還包括了丹下的學生黑川紀章的 Cycle Transportation System 循環交通系統和磯崎新的 Joint Core System 聯合核心系統，這幾個加在一起簡稱新東京計劃。這個流派是當時亞洲建築界的先鋒派。這個計劃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關注，因為丹下最瘋狂的地方不光想把東京往海裡推，他還要把整個基礎設施變成土地，讓東京像活物一樣增生，主幹固定，功能單元可以不斷的往上接、往上漲、往海上延伸，最後變成一個可以接模組、換器官、擴展骨架的有機生命體。問題是這得花多少錢？根據當時報道是18兆日元，大概500億美金左右。1961年日本 GDP 大概是572億美金，日元還在固定匯率時代，換算下來大概是20兆日元左右，所以等於當時日本全年 GDP 的90%。這哪裡是市政工程，簡直是天價賭局。那丹下為什麼執意要賭，還甚至鬧到了國會？傳統東京是向心輻射結構，人群都向市中心流動，交通像漏斗一樣，所以當時丹下認為這種向心結構不適合現代巨型都市。他提出了一條大概18公里長的線性結構，因為交通系統是整個東京計劃的靈魂。這條線從東京市區一直伸進東京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條城市脊椎，就像艾倫發動地名的始祖巨人一樣，中間是一條巨大的交通和公共軸線，從兩邊長出住宅、商業、工廠和公共設施。同時丹下還拋出了人工土地概念，通過高架平台、人工島、海上結構，把整個東京灣變成可以立體居住、通勤辦公還兼顧生產的新城市。計劃可以分流容納500萬居民，減輕舊東京的壓力，這就是新東京。這個事兒從面上看的確是個好事兒，但是很可惜它沒有實現。面上的原因也很簡單，太大、太貴、太難。但更裡層的因素就是這麼龐大的計劃需要高度集權的行政力量來推動。你想從國會、科技官僚、建築師從上往下推，基本不太可能，太危險也太理想了。因為現實的東京根本不是一台乾淨的機器，這台機器由無數的小街道產權、財閥土地、鐵路權益、商店社區、居住習慣和政治利益堆出來，所以權力協調的可能性根本就是負值。你要橫跨東京都和千葉，這裡還不光是陸地的事兒，還有港灣管理、漁業、海運和地震、防災、海嘯等各種問題。計劃本身是挺完美的，丹下也相信未來城市是可以被一套巨大的系統重新整理，但真實東京根本不是這樣運作的。丹下它太像一個上帝站在高空俯視城市了，根本入不了凡間。而且丹下直接在 NHK 的特別節目裡向全日本公開展示了新東京的沙盤和幻燈片。據說當時建設省的高級官員非常憤怒，認為丹下是在利用學術聲望進行道德綁架。但沒想到的是，這個計劃雖然失敗，竟然成了賽博朋克城市美學的鼻祖，新東京也變成了流行文化符號。從大友克洋1982年的阿基拉漫畫開始，到了1987年一部英文名就叫 Neo Tokyo 新東京的動畫橫空出世，日文就是迷宮物語。這一部是林太郎、川尻善昭和大友克洋3個動畫老賊聯合執導的3個短片合集，是賽博朋克、
怪奇幻想、科技恐懼交織在一起的實驗性作品。到了1988年，在動畫電影《阿基拉》裡，第3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在東京灣上建起了一座未來感的超級大都市，就是被称為 Neo Tokyo。還有後來的《新世紀福音戰士》裡面用的第3新東京市，這個賽博詞語就變成了未來東京的代名詞。所以一講到 Neo Tokyo 新東京，大家就會想起東京灣、人工島、高速公路、暴走族、霓虹燈、城市廢墟和青春暴力，這套東西才是赛博朋克終極首都的標誌性元素。丹下健山沒有想到，他未能畫完的東京灣藍圖會在押井守的《攻殼機動隊》裡用另外一種更陰鬱、更具壓迫感的方式復活了。1995年，押井守把侍郎正宗的漫畫《攻殼機動隊》改編成了动畫電影，設定是2029年的日本。片中舞台看起来像在東京，但又不像東京，同時还有香港的建築密度、招牌、雨水和潮湿的城市皮膚，這就是新港市。新港市是一座典型的多層立體城市，它的視覺靈感來源於當年的香港九龍城寨和東京灣填海區的結合。在這裡，城市被物理性的切割成了2層，下層是被淹沒的舊城，裡面河道縱橫，坑張的積水漫過破舊的唐樓，還有密密麻麻的霓虹燈招牌，這都代表了舊時代的歷史、濕氣和人類殘留的肉體生活。上層是冰冷的新城，巨型鋼筋和玻璃牆體構成的摩天大樓，就像丹下健山筆下的主幹結構。在電影中有一個長達幾分鐘沒有對白和劇情推動的蒙太奇鏡頭，暴雨傾瀉在新港市每一個角落，巨大的高科技全息廣告在半空中閃爍，下方是穿着雨衣、面目全非的行人在水中街道裡行走。水是這座城市非常重要的隱喻，在丹下的計劃裡，水是承載未來城市的地基；在攻殼機動隊裡，水成了城市的意識流，積水、運河、暴雨，無處不在的水把摩天大樓和腐爛的貧民窟連接在了一起。這種上下一體、新舊交織的壓迫感，就是新東京美學的核心。技術在無限的繁殖，但人的生存空間在被無限的壓縮。新港本來就不是一個讓人居住的溫暖之家，它是一頭由算法和鋼筋支撐起來吞噬普通人的資本巨獸。在這樣一座人工土地和虛擬網絡構成的迷宮裡，生活着什麼樣的人？或者換個說法，連身體和建築都可以被模塊化的時代，人和城市最後還剩下了什麼？包括主角素子的存在，幾乎就是新港这個算法城市的微縮隱喻，因為他的大腦裡除了少得可憐的一部分組織以外，全身100%都是由軍用液體構成的，皮膚不會衰老，肌肉由分子聚合物構成，視覺還可以連接戰術網絡。但反觀他的搭檔巴特就是另外一個維度的對照了，也擁有重度改造的液體，但他很固執地保留了對肉體人類時代的留戀，會去健身房鍛鍊，那副身體其實已經根本不會長肌肉了。他會去買天然狗糧餵自己的愛犬，還會開着一輛完全落後的燃油跑車。他用這些看上去並無意義的鈍感力來抵抗城市和技術對他人性的慢慢蠶食，這根本不是科幻作品，這就是當下 AI 時代和我們生活的寫實素描。所有時代的進步都是以犧牲個人和人性為代價的。攻殼機動隊的劇情線表面上是一場追逐網絡黑客的傀儡式的科幻驚悚劇，但隨着劇情的深入，這場追捕就演變成了關於生命定義和空間演變的哲學探討。從1960年丹下健山在图紙上的第一條跨海脊椎開始，人們自以為可以利用理性、混凝土和技術在海面上重建一座完美的烏托邦。到了1995年，創作者們用最敏銳的直覺告訴社會，物理技術上的新城市終究會變成一座由資本、科技和階級鴻溝構成的賽博廢墟。就像丹下的學生同樣是日本建築大師磯崎新的那句名言，未來城市就是廢墟本身，因為他認為城市和人一樣，在出生的同時就在走向滅亡。聊完了攻殼這座被雨水打濕的虛擬新東京，我們來看一張令人震撼的實體圖紙，猶如一個恐怖的黑色神經網絡。為什麼恐怖？咱們等一下就知道。這張圖是日本著名建築師田中治之的創作，他用 X 光射線透視風格，把混凝土和地表進行剝離，把世界上最繁忙的交通樞紐中心用一種裸體的狀態呈現在我們面前。這就是新宿站，真正現實版的 Neo Tokyo。之前我在巴黎生活，覺得那兒的地鐵已經屬於迷宮的上乘之作了，後來到了日本才發現新宿站才是那個最恐怖的
賽博地下城。你只要走錯一個出口，現實世界坐標就會瞬間錯位，因為官方加非官方的出入口總數超過了200個，裡面還有50個站台口，揭露了30條鐵路線路，還有一條長1公里的无日照長廊。通過這條長廊和周邊延伸的地下街，可以完全在不淋雨、不曬太陽、不經過地面的情況下，步行方圓2公里以內所有街區。它形成了一個完全獨立於自然氣候的地下生態系統。這個賽博地下迷宮每天有360萬人进进出出進行傳輸。360萬人是什麼概念？幾乎接近一個西雅圖人口數，每天在這個地方完成一次大遷徙。如果把這360萬人平均分配到一天24小時，每秒鐘就有超過40人在車站內移動。在新宿站這張圖的最下方，極限深度達到了地下36米，就是都營大江戶線。這條線我幾乎每次都會做錯，36米大概是等於地下12層樓左右，但乘客平時觸及的日常深度在26.5米左右。但它還不是東京最深的地下鐵，最深呢是六本木的42.3米。在傳統的城市規劃裡，車站是車站，商場是商场，道路是道路。在新宿站的結構裡，這些物理邊界徹底消亡。你可以看到小田急百貨、京王百貨，他們的地下室直接就是吉鸭路線、京王線、小田急線的檢票口，資本和公共設施完全長在了一起，市民在通勤的同时完成了消費和生活，整個車站變成了一個巨大無法逃脫的多功能混合母體。但這個巨大母體是資本和科技撕扯出來的縫合怪。前面我們說過，丹下的新東京計劃失敗，因為現實裡的東京有着無休止的產權、鐵路和資本博弈。新宿站就是最真實的肉搏結果，它是吉鸭路東日本、小田急電鐵、京王電鐵、東京地下鐵、東京都交通局這5家資本集團在幾十年時間裡為了搶奪客源，不斷相互妥協後拼命往地下或半空中嫁接出來的產物。這裡沒有上帝視角的統一規劃，只有資本權力的無盡博弈，就像活體細胞一樣繁殖出來的鋼鐵骨架。這就是標準的賽博下沉世界，高效、壓抑、高度技術化，完全是一個依靠科技系統來維持呼吸的賽博地下生態。好，接下來我們要把目光轉向虛擬世界裡另一座新東京迷宮。這座迷宮藏在1988年那台綠色熒光的電腦屏幕裡。在阿基拉電影上映的同一年，一個還沒有成為世界級的25歲年輕遊戲制作人，也做了一座屬於遊戲時代的新東京。這個人就是小島秀夫。他沒有把這個賽博迷宮放在東京，但他的精神內核依舊是新東京。這就是當時小島在 PC8801、MSX2 主機上開發的賽博朋克冒險遊戲《掠奪者》。這款遊戲設定在未來的新神戶。1996年，西伯利亞爆發了毀滅性武器洩漏，消滅了全球大半人口。隨後在廢墟上重建了新神戶，同樣是一座由摩天大樓、立體輕軌、霓虹招牌和巨型科技企業堆出來的夜之城。在這座霓虹迷宮裡，潛伏着一種被稱為掠奪者的人造生物，他們沒有人類情感，只有高度模擬的仿真皮膚。他們會悄無聲息地幹掉人類，然後偽裝成死者的身份，滲透進社會各個階層。小島秀夫用這款遊戲對當時昭和社會完成了一次最精準的側寫。你身邊的主管、同事，甚至你的枕邊人和朋友，他們到底是活生生的人，還是一個靈魂早就被資本抽空，隨時可以被系統替換的掠夺者？因為在1988年日本泡沫的頂峰，每個人都被裹挟在瘋狂的資本裡，在巨型企業的体制下，必須抹殺掉自己身為人的個性和情感，穿上一模一樣的西裝，像機器人一樣24小時不知道疲倦的運轉。眾所周知，小島其實一直非常熱愛電影，但因為80年代末日本傳統電影業陷入了低迷，大資金都跑去拍宏大敘事了，獨立導演根本拿不到預算，所以小島把電腦當成了載體，在薄薄的軟盤裡塞進了致敬《銀翼殺手》的賽博城市美學、前衛的電子配樂和對人性的終極拷問。Neo Tokyo 其實從來不是動畫裡或者遊戲裡一個地名。丹下健三想在東京灣上建一座理性的未來城市，他相信城市脊椎、人工土地、海上結構可以重新整理東京這頭失控的巨獸。到了攻殼機動隊裡，新東京又變成了一座被雨水泡爛的多層都市，上面是資本和科技的玻璃高樓，下層是潮濕擁擠、腐爛氣味的舊世界。到了現實的新宿站，新東京都完全不需要科幻外殼了，它每天吞吐幾百萬人，就像一個神經網絡系統，把鐵路、百貨、辦公樓、地下街、出口和人流全部接在了一起。你以為在通勤和生活，其實你是在一個由
資本和算法維持呼吸的城市器官裡移動。最後，小島秀夫的掠奪者新東京終於從建築、電影、車站變成了可以被玩家親手操作的一座迷宮。Neotopia 其實代表的是所有城市在高速成長、泡沫資本、科技崇拜和身份焦慮裡長出來的那套赛博系统。下一次当你再走进新宿站，看見一條又一條見不到盡頭的地下通道，也許就會明白，像 Neotopia 的城市系統其實一直在我們身邊，它沒有按照丹下健山的圖紙，只是換了另外一種方式，早就長在了我們的腳下。這裡是 ThinkBiz， 我是惡童，下期將是昭和商業 DLC 的終章，我們回見。